今日我哋就要講以軍所謂嘅24小時通知令就已經完結咗一段嘅時間㗎啦。喺咁樣嘅情形底下，佢哋隨時都會發起地面嘅攻勢嚟到大舉進入到加沙嘅地區嘅。當然，以現在以軍嘅狀態，呢個近乎瘋癲嘅狀態，佢哋都一致認為到，只需要發動到大量嘅地面攻勢，佢哋一定可以能夠成功擊敗哈馬斯，仿如一切都好似食硬咁嘅樣嘅。但係如果等以軍全面發動地面攻勢嘅時間，其實就等同於正式打入呢個又到我哋之前所講到嘅最殘酷嘅巷戰噶啦。事情係咪真係咁簡單呢？其實以軍將會陷入到加沙地區獨有嘅地道戰嘅，亦即係地下隧道戰。咁究竟打巷戰將會帶嚟點樣嘅情況？而加沙嘅呢啲地下隧道裏面嘅結構同埋佢運作又係點樣嘅呢？轉頭翻嚟，我哋就會嚟到講下關於呢一切嘅詳情嘅。跟住落嚟呢，就想同大家講一則笑話。而呢個笑話嘅提供者呢，就係一個叫做高志活嘅茂利。咁大家好耐都冇聽過呢條茂利有啲咩新嘅新聞噶啦。咁佢就為咗出嚟刷流量，又再次將佢呢俾我哋香港政府扣押咗嘅嗰條樣衰之處攞出嚟講。佢仲透過講呢條柱，就話到啊，應該攞呢條柱呢就擺喺天安門廣場咁話噶。咁大家覺得可唔可笑啦？講真啦，如果高志活想刷流量嘅話，我哋新潮文有一個更好嘅建議俾到阿高志活嘅。咁轉頭翻嚟呢，我哋就講下高志活笑話呢件事啦。喺節目開始之前做少少呼籲先，喺12月21號至1月2號嘅就會有我哋嘅新潮文雲南之旅嘅。今次呢，我哋就嚟到玩13日，行程內容都係由到我格仔親自設計，係有別於出面嘅旅行團嘅。想報名同埋查詢行程嘅朋友就可以 WhatsApp 過去+85268287447嚟到揾潘小姐查詢行程同埋報名嘅安排。再講一次，係 WhatsApp +85268287447揾潘小姐查詢行程嘅詳情以及係報名嘅事宜嘅。而另外，我亦都會喺今集嘅節目尾段嚟到做一個20多分鐘嘅今次旅程嘅詳細介紹嘅。想知道嘅朋友亦都可以翻到去呢條片裏面最後嘅20多分鐘嚟到了解一下今次由我親自設計嘅呢個團裏面嘅詳情，了解一下今次嘅雲南之旅係一次養生之旅嚟嘅，就特別適合一啲年紀比較大嘅朋友。想知嘅記得睇埋最後嘅20多分鐘影片啦。喺節目開始之前提提大家，請大家做齊新潮文3寶，仲有嘅就係分享、讚好、留言、訂閱新潮文頻道、新潮文 2.0 頻道同埋我哋嘅 Facebook 專頁。跟住落嚟就要講下，隨住以軍隨時會對住加沙發動呢個地面嘅進攻戰，而家咧真係可以話到啊，戰事一觸即發噶啦。今日我哋就由軍事嘅角度嚟到講下，究竟以軍一旦開入到加沙地區嘅時間，會造成點樣嘅局面呢？而眾所周知嘅就係加沙地區嘅地道所挖到嘅地下通道，就仿如一個地下城堡一樣。佢嘅長度係達到400多公里嘅。一旦以軍進入到加沙地區嘅時間，好有可能就會陷入呢個地道戰。而點解加沙地區擁有咁長嘅地道呢？其實如果睇西方媒體嘅報道嘅話，當然就會話到呢啲地道都係做一啲唔好嘅事情啦。實質上嚟講呢，加沙嘅地道佢究竟承載住啲咩功能？陣間呢，我哋亦都會嚟到講下加沙地區裏面嘅地道究竟係乜嘢嘅一回事。點樣喺以色列被逼使嘅情形底下，呢啲地道因而建成，而建成嘅真正目的又係啲乜嘢？轉頭翻嚟呢，我哋亦都會就住加沙嘅地道嚟到講下嘅。現在嘅情況呢，就係以軍已經將加沙地區團團圍住啦，並且亦都喺加沙嘅北部地區呢嚟到拋灑傳單。傳單裏面嘅內容啊，都係講述到要求110萬嘅加沙北部平民就要喺24小時之內遷移到去加沙嘅南部嘅。當中呢啲咁嘅傳單非常之簡陋，連入面嘅嗰一幅地圖都可以話到係非常之唔清晰。就喺咁樣嘅情形底下，係好難做到喺24小時之內叫到110萬名嘅加沙平民離開嘅。當然啦，隨住24小時嘅呢個期限已經過去，以色列嘅地面攻勢咧亦都會隨時開啟嘅。面對住以色列強勢嘅宣傳，那邊廂哈馬斯嗰邊咧
就勸告到自己嘅加沙民眾，千祈唔好離開自己嘅故土同埋家園，因為今次一旦一離去嘅話呢，好有可能就冇機會再翻嚟噶啦。而聯合國亦都同一時間警告到，以色列嘅強制搬遷令呢係將會引發嚴重嘅人道主義嘅問題嘅。呢個呢已經係違反咗國際法噶啦。大家試想一下，加沙地區嘅北部平民有能力離去嘅，身體健康嘅，都話能夠喺24小時之內撤離啊。但係嗰啲老弱傷殘，尤其係行動不便，加上嗰啲細蚊、老人，仲有長期住喺醫院嘅人，或者係啱啱受傷進入到醫院嘅人，呢啲平民呢，基本上係唔能夠離開加沙北部嘅。尤其係一啲住喺醫院嘅人，或者需要長期嚟到進出醫院嘅人，佢哋更加係離唔開。離開嘅時間其實亦都係宣布到佢哋永久離開人世噶啦。所以金管呢一個就係一個過分嘅要求，咁短嘅時間就要嚟到遷離110萬人，加上道路不便，而且以色列空軍以及地面炮火嘅部隊都不斷嚟到轟炸附近周遭嘅地方。即使係連唯一一條可以通往由加沙北部至到加沙以南嘅通道呢，據聞亦都有一啲零星嘅以色列炮火就嚟到炮轟嗰度嘅。試問點樣離開呢？雖然聯合國已經話到以色列今次嘅強制搬遷令呢係嚴重違反人道嘅，但係呢，以色列就彷彿好似完全聽唔到，完全唔理到聯合國嘅警告。現在以色列只係關心到，只要一日都有美國喺佢嗰邊站台，咁樣無論係邊個都好，都係唔會攔阻得住以色列嘅全面攻勢嘅。其實現在嘅情況就係，當接到呢啲限佢哋24小時之後就要離開嘅加沙人民，當接到呢啲傳單嘅時間已經有好多可以有能力離去嘅人呢，都拖兒帶女地大包細包地已經向到加沙南部轉移噶啦。咁樣都係冇辦法嘅，為咗逃避戰火，加沙北部嘅平民呢，有能力嘅都只好舉家咁嚟到遷移，唔走唔得噶啦。但係從一啲新聞或者係其餘嘅視頻畫面裏面，我哋可以睇到呢，選擇唔離開嘅人都依然有好多嘅。當然就正如我哋頭先話齋，有好多呢都係唔能夠離開加沙北部嘅，唔係佢哋唔想離去，而係佢哋冇能力離去。今次以色列嘅呢一個限時搬遷令，可以話到係完全喺我哋今時今日21世紀裏面人類文明嘅一個極大嘅恥辱嚟嘅。110萬名嘅加沙北部貧民就好似被以色列放牧一樣咁樣嚟到去驅逐佢哋自己本身嘅家園。現在以色列正在做緊嘅，就仿如係眼白白地喺21世紀呢個文明社會入面嚟到撕掉呢一塊文明嘅遮醜布一樣，係撕開呢塊遮醜布嘅同時，連戲都唔做啦，簡直就可以話到係將人類嘅道德底線俾以色列徹底將呢塊遮醜布掉入垃圾堆一樣，係極其野蠻，同埋係擺明違反咗反人類嘅罪噶啦。不過以色列就心諗，我係唔會理咁多嘅。就正如史大林都曾經講過一句說話，我相信以色列係深信住呢一句嘢嘅。史大林就講到，勝利者呢係唔會受到譴責嘅。以色列就覺得佢憑住喺中東打贏咗先後5次嘅中東戰爭，呢5次中東戰爭嘅勝利就令到時至今日都冇任何一個阿拉伯國家夠膽對以色列作出挑釁，而以色列憑住呢啲所謂嘅軍威，就仿如一次又一次地放縱自己嘅行為，而取而代之嘅就係周邊嘅阿拉伯國家就只能一次又一次咁樣嚟到作出妥協嘅啫。現在以色列嘅全軍已經準備就緒，好明顯佢哋已經唔會再等到呢啲平民究竟會唔會真係完全遷離完畢㗎啦？佢哋漠不關心，話知嗰啲平民有冇遷移都好呢個唔係佢哋考慮嘅地方。佢哋一心只係諗住已經可以隨時候命去到對加沙發起大規模嘅正式進攻計劃。呢個計劃就係要用到全面嘅地面戰啦。以色列現在一心只係諗住能夠喺進入到加沙地區嘅時間，利用到巷戰嚟到徹底消滅呢個哈馬斯嘅。不過有冇咁容易呢？咁多年過去啦，其實眾所周知嘅都係哈馬斯已經係完全結合咗加沙地區噶啦，而且
可以預想得到嘅就係哈馬斯都係唔會咁容易投降，就嚟到一直潛伏喺加沙地區等待以軍嘅來臨嘅。就正如我話齋啦，哈馬斯不嬲都係同整個加沙結合嘅，佢哋藏身於加沙數唔盡嘅地方。咁點解喺以前以色列唔夠膽開呢啲軍隊入到去加沙嗰度嚟到同哈馬斯打巷戰呢？其實以色列以前不嬲都想咁做嘅，唔係佢唔想打，而只不過係唔夠膽打啫。造成咁嘅原因就係因為以軍知道如果要進入到巷戰嘅狀態，咁樣呢，付出嘅代價必然會係好大嘅。以色列嚟到打呢個巷戰，必定會遭受到沉重嘅損失。到時我真係唔敢想象加沙會變成點樣，肯定呢係會變到一片紅色滿地流嘅。最慘嘅就係無數嘅平民都將會成為以軍攻勢之下嘅犧牲品。咁究竟打巷戰有幾殘酷呢？哈馬斯又能唔能夠頂得住以色列嘅攻勢，而以色列又能唔能夠一舉咁樣嚟到奪取加沙嘅完全控制權呢？喺呢度呢，我就要同大家講一下，究竟喺現今呢個世代嚟講，打巷戰究竟有幾咁慘烈？嗱，其實對比起其他嘅戰事嚟講，例如話好似常規嘅一啲陣地戰咁去計，通常交手嘅雙方呢，主要都係使用到坦克、裝甲車、戰鬥機、重型火炮等等嘅呢啲重型武器，就嚟到實施遠程打擊嘅。通常呢啲陣地戰入面，雙方交手嘅距離都會比較遠，而且都會係一個比較開闊嘅空域以及係地域呢，嚟到去進行呢一啲常規嘅陣地戰嘅。呢個時間，不管係進攻方或者係防守方都好，喺雙方交戰距離都比較遠嘅情形底下，就算打唔贏，都可以咧嚟到選擇，好似我哋成日聽見話齋撤退咁樣都得嘅。當然啦，撤唔撤退就係關乎於戰術上、戰略上點樣去到衡量啦。但係巷戰就唔同啦，巷戰通常都係冇得揀嘅，雙方之間喺咁近嘅距離嚟到進行交戰嘅情形底下，真係可以話到係埋身嘅肉搏，唔係你離去就係我生存嘅一場戰爭嚟嘅。而家我哋可以睇翻加沙城嘅樓房咧，就起到密密麻麻嘅，亦即係代表住可以掩護嘅掩體咧，亦都係非常之眾多嘅。加上喺地下仲有多達起碼1000多個嘅地洞，以及係漫長嘅地下通道。憑住呢一點哈馬斯就可以話到喺加沙城入面呢係來無蹤去無影嘅。加上哈馬斯十分之熟悉當地嘅地形，呢啲漫長嘅地下通道、地洞只有佢哋先識走嘅啫。而且關於地洞嘅結構，亦都只有哈馬斯最為熟悉。喺咁樣嘅情形底下，就能夠完全抵消咗以色列以軍嘅坦克裝甲優勢或者係嚟自於空中嘅優勢、火炮嘅優勢，都予以抵消啦。喺呢啲環境情形底下呢，呢啲重型武器一般嚟講都好難發揮作用嘅。喺現代化嘅巷戰入面，威力最強嘅架撐就可以數到係一啲用嚟專嚟裝敵人嘅鬼雷反坦克嘅導彈、火箭筒、狙擊架撐，甚至乎喺現代嘅世代嚟講，無人機亦都係現代化巷戰裏面嘅一個非常之好用嘅武器。剛巧哈馬斯嘅手上就擁有大量嘅蘇聯製造嘅火箭筒，以及係一隻命名為燕子式嘅自我搞掂式無人機。哈馬斯武裝可以隱藏喺已經被炸毀殘破不堪嘅樓房入面，或者依託住地下隧道嘅攻勢嚟到打一炮就換一個地方，再打又換另一個地方，非常之靈活地去打呢場城市嘅游擊戰嘅。咁樣嘅情形底下，就會令到以軍喺每前進一步嘅時間都要付出慘重嘅代價。嗱，當然啦，呢啲都係我哋嘅推算嚟嘅啫，實質嘅情況究竟係點樣，當然都要睇翻戰事嘅變化嘅。不過我哋都可以嚟到預測一下，究竟喺面對巷戰嘅情況底下，會係啲乜嘢嘅環境。喺呢個時間呢，如果我哋要作出預測，最好嘅方法就係嚟睇下究竟喺我哋近代嚟講嘅幾場巷戰發生咗啲咩事，其實呢都可以嚟到估算一下，究竟當以軍開入到北部加沙嘅時間，究竟會發生啲咩嘢嘅。講到近代嘅幾場出名嘅巷戰，
第一場呢，我哋就要數到喺冷戰結束之後，可以話到係最慘烈嘅巷戰。呢一個呢，無疑就係第一次車臣戰爭時期所爆發到嘅格羅茲尼巷戰啦。格羅茲尼巷戰之所以咁出名，就係因為當陣時所發生嘅情景呢，係十分之得人驚嘅。嗰個背景係咁樣嘅，當時作為守方嘅車臣武裝咧，佢嘅兵力大概就有15000人左右嘅，而且佢哋係冇任何嘅重型架撐嘅，佢哋冇坦克、冇飛機，亦都冇火炮嘅支援。喺呢啲車臣武裝嘅手入面呢，只有一啲步兵常用嘅一啲機關架撐啊、追擊架撐啊，或者係一啲火箭筒同埋反坦克導彈等等嘅呢啲輕型嘅單兵武器嘅啫。而當陣時作為對手嘅就係俄軍所出動到嘅全副武裝嘅2萬名士兵。喺呢個俄軍嘅部隊入面呢，就配備住全套精良嘅裝備，例如係坦克裝甲車、飛機、火炮，甚至乎係武裝直升機等等嘅呢一啲東西呢，俄軍方面亦都係裝備到喺呢個全副武裝嘅2萬人嘅部隊入面嘅。如果單從呢啲表面數據睇，其實雙方嘅實力呢，根本完全唔喺一個水平線上面嘅。憑住咁樣嘅優勢，當陣時嘅俄軍呢就信心十足。但係一進入到格羅茲尼嘅時候意想不到嘅事情就發生咗啦。當陣時俄軍一進入到格羅茲尼嘅時間呢，就可以話到戰況係極為慘烈嘅。喺嗰陣時，作為守方嘅車臣武裝就利用到隱藏喺每一棟樓、每一條街道，喺樓與樓之間、街道與街道之間呢，亦都嚟到佈設一啲火力點嘅。甚至乎喺呢個時間車臣武裝呢，亦都放置咗一啲地雷，就喺垃圾桶入面，就嚟到一心等住俄軍進攻嘅時間呢，嚟到佈置天羅地網噶啦。當俄軍一入城之後，幾乎可以話到每前進一步都會遭遇到車臣武裝強力嘅反擊嘅。咁樣喺呢個時間喺熟悉地形同埋作為守方設下大量嘅伏擊陷阱嘅時間就造成到大量嘅俄軍士兵迅速離開人世。喺咁樣嘅情形底下，眼見形勢唔對路啦，呢2萬人根本就打唔入嘅。喺呢個時間呢，俄軍就被逼咁樣追加到更加多嘅部隊嚟到投入呢場戰事。2萬人唔夠就加到4萬，4萬唔夠就加到6萬，6萬唔夠嘅時間呢，就加到8萬嘅部隊。喺俄軍全力投入8萬嘅俄軍部隊嘅時間雙方嘅兵力呢，就已經出現到一個極大嘅失衡。當陣時雙方兵力嘅對比呢，已經超過咗4:1嘅呢個數字噶啦。但係即使係咁樣，俄軍都依然佔據唔到優勢。就喺呢一場格羅茲尼嘅戰役入面，就有一幕呢十分之震撼嘅。呢一幕呢，就係喺雙方爭奪到格羅茲尼醫院嘅時間，又稱之為格羅茲尼醫院巷戰嘅。呢一場呢，就係雙方戰鬥程度達到最激烈，雙方離去同受傷人數最多嘅一場巷戰嚟嘅。當時就有指到俄軍整個第131旅嘅部隊呢，就喺呢場戰事入面幾乎全軍覆沒，幾千人嘅部隊入面只係剩翻10個人生還嘅啫。而呢個旅團入面26架嘅坦克呢，就已經被摧毀咗20架。當時第131旅嘅旅長仲聽聞就俾對方嘅火箭筒呢炸到連渣都冇，連個軀殼都唔見埋，到處呢都係俄軍士兵嘅軀殼，整片土地呢都係一片紅色嘅。而當中呢，亦都有記者影到一名俄軍嘅士兵就喺被車臣武裝俘虜咗之後就直接掛咗去上十字架。雖然我喺呢度呢就話係掛，但係未免太過敏感呢。其實我想講佢係俾人釘上去嘅。而面對住咁樣嘅情形底下，有一啲俄軍嘅坦克部隊就唔想嗰啲已經離去咗嘅戰友嘅軀殼被到對方侮辱，所以呢亦都強忍住悲痛，就直接駕駛住佢嘅坦克呢嚟到將戰友嘅軀殼寧願全部壓成肉醬，都唔想呢交到俾敵方嘅手裏面作出侮辱嘅。呢一次格羅尼茲嘅戰役入面呢，可以話到係自從2次世界大戰以後，俄軍損失最慘重嘅一次。後到嚟呢場戰事已經完結咗之後俄羅斯方面呢仲拍咗一部電影嚟到講述呢場戰事嘅。呢套電影嘅名呢，就真係好似頭先我哋所形容到嘅情況一樣，
呢部戲嘅名呢就叫做《煉獄》，用到嚟專門記述格羅尼茲戰役嘅一套電影嚟嘅。咁喺呢個戰役進行到中後段嘅時間啊，為咗減少離去嘅人數，為咗減少自己部隊嘅損失，最後俄軍呢亦都係選擇咗喺外圍不斷轟炸嘅。咁樣呢個時間呢，雖然就打垮咗車臣武裝，但係同一時間呢，亦都令到大量嘅平民離去。戰爭真係非常之殘酷。據聞當陣時呢係有數萬嘅車臣平民離去嘅，要付出到咁樣嘅代價，先至嚟到呢平息咗呢一場殘酷嘅巷戰。咁大家從呢個案例就可以睇到，究竟巷戰佢嘅殘酷程度去到邊啊？真係唔講得笑嘅。而第二場作為參考例子嘅近代巷戰，我哋就要數到比較早期嘅頓巴斯戰爭啦。嗱，頓巴斯戰爭呢都係一場由到俄烏雙方之間所打嘅十分之艱苦嘅巷戰嚟嘅。嗱，我哋講嘅呢個頓巴斯戰爭呢，就唔係發生喺呢2年俄烏衝突入面嘅一場戰役嚟嘅，而係在較早之前，當陣時頓巴斯地區咧已經想獨立噶啦。眼見咁樣嘅情況烏仔嘅政府軍呢就嚟到出動去到剿滅呢一啲頓巴斯嘅武裝嘅。不過喺當陣時，頓巴斯武裝呢係獲得到俄佬嘅軍援嘅。喺獲得到俄佬軍援嘅情形底下，當時嘅烏仔政府軍呢就大敗於頓巴斯武裝嘅手上。然之後喺節節敗退嘅情形底下，烏仔軍呢就被逼退守到位於頓涅茨克嘅一個機場上面嘅，就喺呢個頓涅茨克機場嘅航空站大樓撤退到去嗰度嘅時間就嚟到將部隊都混入到呢座機場嘅建築入面。然之後咧就等到頓巴斯武裝嘅前嚟嘅時間再嚟到伏擊呢啲追兵嘅。嗱，雖然烏仔軍所退守到嘅頓涅茨克機場只不過係一座好普通嘅機場啫，但係烏仔軍同到前嚟追擊嘅頓巴斯武裝就足足喺呢一座普通機場入面雙方大戰咗成242日咁耐。頭先我哋講到啦，頓巴斯武裝嘅人員喺裝備上係獲得俄佬嘅支持嘅，所以佢哋係佔據住絕對嘅優勢嘅。喺佔據住絕對優勢嘅情形底下，頓巴斯武裝仲出動到 T-72型嘅主戰坦克，以及係152毫米嘅榴彈炮同埋呢個颶風火箭炮添。喺一輪對頓涅茨克機場嘅狂轟底下，當時呢啲烏仔士兵就選擇匿喺機場嘅掩體入面，點樣都唔出嚟噶啦。咁當呢啲狂轟攻勢完咗之後，呢啲掩藏喺機場掩體入面嘅烏仔士兵就終於等到佢哋想迎接嘅一幕啦。呢個時間頓巴斯武裝就嚟到衝入機場，諗住發起地面嘅攻勢嘅。結果躲藏喺掩體入面嘅烏仔士兵就喺伏擊嘅情形底下，嚟到將呢啲發起進攻嘅頓巴斯民兵就嚟到全數殲滅嘅。所殲滅到嘅頓巴斯民兵嘅人數係多達200幾個士兵嘅。而當陣時眼見發動起全面嘅地面攻勢而犧牲咗咁多士兵嘅頓巴斯武裝組織就感到非常之憤怒，結果就繼續使用到大炮狂轟，幾乎就將整個機場都炸咗佢嘅。所有嘅機場建築物都被炸到得翻個鐵殼嘅啫。但係呢個時間烏仔士兵依然死守就繼續隱藏喺頓涅茨克機場航空站入面幾百間房間入面，嚟到一心去到同頓巴斯武裝進行大戰嘅。呢個時間頓巴斯武裝眼見烏仔士兵都唔出嚟投降，就終於忍無可忍啦，直接由到俄佬嗰邊嚟到搬咗幾門重型嘅火炮，嚟到去將整個機場都炸成一片又一片嘅廢墟。去到最後以付出重大嘅人員離去以及係受傷，先至獲得一場機場爭奪戰裏面嘅慘勝嘅啫。事後就有人話到呢一班死守嘅烏仔士兵佢嘅意志力非常之強，就被稱之為鋼鐵一般嘅機械人嚟到佢咁樣形容佢哋嘅。咁當然啦，去到後嚟俄烏衝突全面爆發，最出名嘅巷戰就唔可以唔數到位於巴克穆特嘅嗰一場巷戰啦。呢個亦都係我哋最近期同埋俄烏戰場上面最慘烈嘅一個案例嚟嘅。嗱，巴克穆特戰唔知大家仲有冇印象？因為
所發生到嘅時間咧，都唔係話好耐之前嘅啫。如果大家仲記得嘅話，當陣時俄佬所派出嘅主力咧，就係呢個瓦格納軍團裏面嘅僱傭兵嘅。呢一啲瓦格納所出動到嘅僱傭兵，佢裏面所組成到嘅僱傭兵啊，就分為幾範人嘅。第一，當然就係為咗揾錢而打仗嘅嗰啲啦。第二，唔知大家仲記唔記得當陣時咧，俄羅斯就推行咗一個政策，就係話到叫嗰啲正在坐監嘅囚犯，如果邊個想提前獲釋，邊個想以參與戰事嚟到減低刑期嘅話咧，都可以加入到瓦格納集團嘅。而當然啦，如果立下戰功嘅話，所減罰到嘅刑期咧就會再長啲，咁樣就令到呢一班所謂嘅瓦格納囚犯兵咧，就有咗一股推動力嚟到去發起一波又一波近乎係玩命嘅衝鋒嘅。喺咁樣嘅情形底下，就嚟到硬生生撕開咗烏軍所防守到嘅陣地，打開咗突破口，並且進入到巴克穆特嘅城區入面嘅。但係呢個時間呢，烏仔軍都唔退兵，好多嘅烏仔軍呢依然藏身喺每個嘅大樓入面嘅。呢個時間冇辦法啦，俄佬就只可以採取住一個折衝嘅辦法，就係利用到大炮拆樓嘅呢個戰術，用火炮呢嚟到將巴克穆特城區裏面每一座樓都嚟到去全部炸毀嘅。如果用到咁樣嘅戰術，其實所能夠推進嘅速度咧係非常之慢嘅。平均一日計，俄軍咧只係能夠前進5至10米嘅啫，就係每日咁樣去到前進5至10米，嚟到一步步將呢個巴克穆特全面咁樣攞咗落嚟。而到最後，根據統計顯示5萬個瓦格納嘅士兵就嚟到有份入城參與呢場戰事嘅。去到最後呢場戰事打完以後啦，最後可以生存到嘅就只有佔到5萬人入面嘅2萬個人嘅啫，只有呢2萬個瓦格納兵咧係能夠得以存活。如果唔計算到受傷嘅比率嘅話，其實僅單憑呢個數字，我哋就可以睇得出當陣時嘅瓦格納士兵離去率咧就已經係超過咗起碼一半噶啦，係高達50% 嘅以上嘅。不過好彩，今次嘅呢場巴克穆特嘅戰事咧，所牽涉到離去嘅平民、受傷嘅平民咧就好少嘅。原因就係喺打呢場戰事嘅時間咧，嗰啲平民已經一早走晒噶啦，幾乎咧係可以話到係冇平民喺呢座城入面嘅，所以就冇造成大量嘅平民離去同埋受傷嘅個案。咁好啦，睇完呢幾場近代比較有代表性嘅巷戰、埋身戰，咁而家加沙城嗰邊又點樣呢？其實加沙城同樣都係唔好打嘅。有一樣嘢係有別於前面嘅嗰幾場巷戰嘅案例嘅，就係加沙城嘅地下呢，全部都係四通八達嘅地道，而且有一啲呢仲儲存咗大量嘅糧食、架撐連紙巾甚至乎喺呢啲地道入面呢，仲有地下嘅兵工廠添。更加重要嘅就係其中有一啲地道係可以從加沙地區裏面呢直接通往去鄰國埃及嘅，亦即係呢啲地下嘅通道打通咗沙特與埃及之間嘅地下運輸。咁樣喺呢個時間哈馬斯武裝呢就能夠透過呢個途徑持續不斷咁樣嚟到攞取外界嘅援助以及係架撐嘅。以色列嘅坦克、飛機、火炮去到咁樣嘅環境嘅時間入咗加沙城，佢裏面根本就唔能夠俾呢啲坦克同埋火炮以及係飛機嚟到發揮佢應有嘅威力。要喺咁樣嘅環境作戰，雙方就只能夠好似頭先我哋所講述到嘅嗰啲案例咁，每5米、每10米嚟到去咁樣逐啲咁去爭奪嘅。而作為守方嘅哈馬斯呢，係佔據住地道嘅優勢，利用到地動加上打游擊嘅戰術可以話到係神龍見首不見尾，但係同一時間又無處不在嘅。喺利用到游擊嘅戰術，打一炮就換一個地方，再打第二炮嚟到去伏呢啲以軍嘅時間必然會令到以軍付出非常之慘重嘅代價嘅。而且同到之前嘅案例相比，比起之前車臣武裝咁去比較，哈馬斯仲多咗一個之前冇嘅優勢。呢個優勢就係我哋俗稱為巷戰神器嘅自我搞掂式無人機啦。呢啲細小嘅自我搞掂式無人機一般就係由到民用嘅普通無人機所改裝而成嘅。從一啲視頻裏面，我哋都可以睇到哈馬斯已經係靈活運用呢一啲無人機喺戰場上面噶啦。而呢個
亦都係佢嘅優勢。當然啦，哈馬斯武裝可以隱藏喺殘破嘅樓房入面，依託住地下隧道嘅呢個優勢啊，就可以作出一個有敵深入嘅戰術。呢啲地下通道入面，佢自己本身都有無數個出口。咁陣間呢，我哋就會講到，其實呢啲地下通道本身用到嚟嘅用途係做乜嘢嘅？如果以軍方面已經作出咗要付出巨大代價嘅準備，就一於要同呢個哈馬斯玩到底嘅話呢，咁好有可能根據翻之前嘅案例，佢係會採取住一個無差別嘅轟炸行動嘅情形啊，就好似之前巴克穆特嘅嗰場戰事咁，就嚟到摧毀所有嘅建築之後呢，再轉入地道嚟到同哈馬斯呢打呢個埋身肉搏嘅。喺咁樣嘅情形底下，根據到我哋嘅推算，以軍最多都係只能夠獲得一個慘勝嘅局面嘅啫。但係那邊廂呢，我睇哈馬斯唔會被消失，因為正如我哋頭先片頭所話齋啦，哈馬斯嘅存在其實佢嘅來源就係嚟自於加沙嘅平民所對到以色列嘅仇恨而因此存在嘅。如果喺透過呢場巷戰入面，雙方打得非常之激烈，最終搞到一片紅嘅話，就只會加大咗巴方方面對到以色列嘅仇恨嘅啫。咁樣喺呢個情形底下，仇恨不斷被累積，就算哈馬斯係俾人打到喺名義上冇咗呢一個組織，咁樣都好啊。往後其實亦都會有一個唔係叫哈馬斯嘅組織再次抬頭。其實唔使咁執着哈馬斯呢個詞語嘅，佢只不過係代名詞嚟嘅啫。喺背後所代表住嘅，正如我頭先話齋啦，就係巴以雙方無法和解、揮之不去嘅巴勒斯坦人對以色列嘅仇恨嚟嘅啫。因此，如果今次再加大到咁激烈嘅戰事，大家試諗一下，巴勒斯坦人喺面對住呢啲國仇家恨嘅情形底下，除非好似我哋之前話齋，你以軍係能夠將佢哋喺地球上抹平，否則嘅話，即使佢哋嘅人數只係得翻好少都好，你都係唔能夠保證到冇第二個哈馬斯嘅出現嘅。我哋一早就講咗，咁樣唔係辦法噶啦，只有停止呢個所謂嘅地面進攻，雙方都為到唔好再有無辜嘅平民捲入呢場戰事，然之後再從根本解決到雙方之間嘅問題，例如係正式咁去交到俾聯合國，正式決議到雙方之間嘅土地立國嘅問題，雙方之間而家應該立即停止所有嘅武裝衝突，嚟到從最根本嘅源頭去到解決問題。雖然我唔敢擔保從此唔會再有問題發生，但係總好比過打激烈嘅巷戰呢個咁差嘅選擇嚟得要好先啦。喺呢度呢，我十分之希望雙方之間，尤其係以軍能夠停止到去到打呢個全面嘅地面戰。雖然我都知道希望唔會大噶啦，但係希望有奇蹟發生啦。咁好啦，喺我哋講完一旦地面戰或者巷戰全面打響嘅時間究竟會造成乜嘢嘅後果嘅時候，我哋而家呢就嚟到講下嗰啲經常被西方媒體所抹黑到嘅巴勒斯坦嘅嗰啲地道，點解佢哋會有咁長嘅地道喺呢個加沙地區嘅呢？究竟呢啲地道實質又用嚟做啲乜嘢？其實歸根究底，加沙嘅地道起到咁長咁有規模，都係因為被逼嘅啫。原因好簡單，因為加沙呢就可以堪稱為現今嚟講最大嘅一個露天監獄嚟嘅。加沙嘅面積總括嚟講呢，就係有365平方公里咁大嘅。咁如果大家有睇過我嘅直播嘅話呢，都會知道佢大概就等於1/3一個香港咁大。而加沙嘅西面呢，整個都係面臨住地中海嘅，北邊同埋東面呢，就係俾以色列嚟到完全封鎖住嘅。雖然話到加沙嘅西面呢，就係地中海，但係其實呢，加沙嘅西面都係被封住嘅，因為嗰度呢係由以色列嘅海軍所控制嘅。咁喺東北以及係西邊都完全被封鎖嘅情形底下，加沙地區呢，只有南邊先至係佢唯一嘅出口。喺南邊佢就係有一條12公里長嘅邊境線，就係連接住呢個埃及嘅。所以喺嗰度加沙呢，就有一個唯一嘅出口口岸係連接住埃及嘅。呢個口岸呢，就叫做拉法口岸。千祈唔好以為佢都叫做有一個口岸啦，咁樣起碼都有條路出啦。但係事實咧並非係咁樣嘅，因為呢個拉法口岸呢，佢嘅管制咧亦都係非常之嚴格嘅。
只有極少數嘅人先至可以喺度通過嘅啫。所以喺咁樣嘅情形底下，加沙表面睇落就好似一座城市咁樣，其實就正如我哋頭先話齋啦，只不過係一個21世紀現代嘅大型露天監獄嚟嘅啫。我哋都知道前美國總統甸努特朗普咧，為咗隔絕住美國同埋墨西哥之間嘅連結，所謂避免呢個墨西哥嘅非法移民者入侵嘅時間呢，就整咗一個美墨圍牆啊嘛。如果覺得佢咁樣都好癲嘅話呢，其實喺呢度咧真係想話到俾大家聽啊，圍牆呢一樣嘢絕對唔係甸努特朗普發明嘅，因為以色列比起特朗普呢，先至係佢嘅祖師爺。以色列一早就已經喺加沙地區裏面呢起咗呢個隔離牆噶啦，就喺呢個加沙位於以色列控制區嘅邊境地區入面啊，以色列呢就嚟到修建咗一個高度達到8米嘅武裝隔離牆嘅，牆嘅頂部就設有高壓電線，而喺整埲牆入面每隔30至到50米嘅呢個距離上面就嚟到設置一個瞭望塔，喺塔入面呢係部署咗士兵嚟到去駐守。並且咧，仲有一啲機關架撐喺嗰度隨時候命嘅。如果邊個想要翻越呢個隔離牆，咁後果咧肯定不堪設想噶啦。佢係會受到以色列喺裏面嘅一啲駐守士兵咧嚟到無情地開呢個連子更將你搞掂嘅。只要去確認你想翻越呢個隔離牆，佢就有權嚟到去發射呢啲連子。咁成幅嘅隔離牆呢，佢總共嘅全長大概咧就有700公里咁多，大家試諗一下，700公里係咩概念啊？當年好出名嘅柏林圍牆，佢嘅長度先至係得155公里咁遠，但係而家以色列呢個咧有成700公里咁長喎，大家就諗到嗰個規模咧係完全唔能夠類比嘅。點解以色列所修建到嘅武裝隔離牆，佢嘅長度係會長得咁誇張嘅呢？其實因為呢一道牆呢係一道環形嘅牆嚟嘅，除咗地中海沿岸之外，就只係留咗加沙接壤住埃及嘅嗰12公里嘅邊境線係冇被圍起嘅啫，其餘嘅地方呢都包到冚一冚，完全嚟到將佢圍起咗上嚟嘅。咁由於以色列係一個發達嘅國家啦，所以佢嘅技術亦都係比較先進嘅。所以佢哋就喺2019年開始就嚟到逐步將呢啲隔離牆升級，不但只喺呢啲牆上面佈滿住智能化嘅攝像頭，而且仲可以嚟到加裝一啲設施，唔單止有攝像頭可以監控到地面，而且咧仲可以有啲神秘嘅設施咧嚟到監控埋地下都得嘅。為咗防止巴勒斯坦人就鑽穿個地窿，挖地道穿過去，走到過以色列嗰邊啊，所以呢幅咁神奇，亦被稱之為所謂全球最智能化嘅隔離牆，真係可以話到係咧佈滿全新科技嘅。話到佢係全球最先進嘅隔離牆咧，呢個稱呼真係不為過嘅。諷刺嘅就係呢啲所謂嘅高科技，竟然就係用到嚟封鎖住200幾萬人嘅一個裝置嚟嘅，簡直就係令人不寒而慄。所以我哋就可以見到，喺哈馬斯作出呢個突擊嘅時間呢，好多佢哋嘅隊員都係乘搭住呢個滑翔傘作出突擊嘅。造成咁樣嘅原因就係因為喺呢啲隔離牆嘅下面，其實呢亦都有好厚嘅鋼筋水泥，以及係種種嘅探測裝置，就將下面個路呢都堵死咗噶啦。根本呢就唔能夠透過挖地道嘅方式嚟到挖過去嘅。但係咁樣都唔係辦法，喺咁細嘅地方，將200幾萬人嚟到俾以色列團團圍住嘅情形底下，究竟生活喺呢個加沙地區嘅人，佢哋係點樣生存落去嘅呢？啲糧食喺邊度嚟啊？啲飲用水又點解決啊？食嘅着嘅究竟喺邊度嚟嘅呢？再講最令人感到好奇嘅就係，究竟嗰啲哈馬 B 組織佢嘅架撐係點樣嚟？嗰啲火箭炮又點樣嚟？頭先講過嗰啲滑翔傘啊、繩啊，又點樣嚟呢？當然就有辦法啦，所以今日我哋就要簡單咁講下，既然都講得打地動戰啦，究竟呢啲地道係咩嘅一回事呢？其實加沙嘅地道亦可以被稱之為專屬於加沙嘅地道經濟體系嘅。由於加沙靠近地中海，所以整個加沙咧都係以平原為主嘅。整個加沙就唔係全部都係沙漠嚟嘅，喺加沙入面咧都有一定嘅耕地數量嘅，365平方公里嘅呢個面積，真正嘅居住人口區咧
就只集中喺其中嘅70平方公里嘅土地上面嘅啫。如果咁樣計法啊，佢嘅人口密度仲高達1平方公里，有成43000人咁多嘅。喺呢一度基礎設施雖然係差，但係都可以話到咧，個個都有屋住嘅，因為畢竟喺呢度咧土地係唔使錢嘅，只需要自己簡簡單單搭層樓，咁咧就有地方住噶啦。喺加沙呢一度咧，主要都係以低層嘅房屋為主嘅，所以喺啲樓唔起得高嘅時間咧，又要住晒咁多人，就會造成到啊佢嘅樓房嘅密度咧相當之高嘅。而且大家亦都可以發現到啊，如果有睇片嘅話，都會見到其實巴勒斯坦人咧係有手機用嘅，而巴勒斯坦咧亦都有屬於佢自己嘅電信網絡供應商。不過就好似近期咁樣，呢啲電信網絡平台都不斷受到嚟自於外界黑客嘅攻擊。咁好明顯啊，呢啲攻擊咧都係嚟自於以方嗰邊嘅，就想連佢哋嘅網都斷埋。不過起碼我哋得知到巴勒斯坦人係有手機用嘅。咁究竟呢啲手機係點樣運過去嘅呢？所有嘅呢啲答案啊，其實都係如出一轍嘅啫。任何嘅物資要進入到加沙，大概咧就有3條路可以揀嘅。第一條路就係由常規嘅通道由到鄰國埃及進口，呢個係第一個方法。第二條路就係可以由攞正牌出入以色列與加沙之間地區嘅人咧嚟到去拖啲貨入嚟嘅。咁通常呢啲可以自由來往於以色列之間嘅人呢，都係去到以色列嗰邊購買，購買完之後咧再帶翻入加沙嘅啫。每年都大約有10萬嘅加沙人呢係可以去到以色列嗰度翻工嘅。不過佢哋唔可以住喺嗰度嘅，亦都唔可以過夜。日頭嘅時間就喺以色列嗰邊打工，夜晚嘅時間呢就要翻到去加沙嗰邊瞓覺嘅。而第3條路可以將物資帶到入去加沙地區嘅呢，就係走一啲所謂嘅地道啦。嗱，由於我哋頭先都講過啦，通往以色列地下嘅方法咧係行唔通嘅，因為以色列係擁有到可以監察埋地下嘅隔離牆啊嘛，而且喺佢牆下面又有厚厚嘅鋼筋水泥，所以咧係挖唔通嗰條地道嘅。但係如果從另一個方向睇，加沙地區仲係接壤住埃及噶嘛，而通往去埃及嘅邊境咧係冇隔離牆嘅，所以就可以透過挖地道嘅方式直通埃及啦。呢一個就係佢哋第3個將物資運到入加沙地區嘅方法。只要走通往埃及嘅嗰啲地下通道，其實都可以順利將物資運入加沙嘅。嗱，一開始嘅時間呢，好似哈馬比呢一啲嘅武裝勢力，就由佢哋咧先喺加沙嗰度挖地道，去到方便運輸架撐嘅。但因為加沙地區始終都係一個資源貧乏嘅地區，莫講話哈馬斯啊，就算連普通嘅老百姓咧，都要通過同到外界嘅接觸嚟到進行同外界之間嘅貿易往來噶嘛。就係因為呢股力量，又令到加沙之間嘅民間經濟力量咧嚟到參與到呢個地洞嘅經濟入面嘅。嗱，加沙南北就長40公里，東西兩邊咧都唔夠12公里咁闊嘅，只需要喺靠近埃及嘅地方挖一條地道過去，短嘅話咧挖幾公里都挖到過去噶啦。如果長啲嘅話咧，10幾公里都可以搞掂嘅。有啲比較有錢嘅就會請一啲工人去到幫手挖呢啲地道。嗱，但係好奇怪嘅就係大家可能會諗到挖條地道通常都係由加沙嗰邊挖到過去埃及嗰邊噶嘛，但係其實係調翻轉嘅。挖地道嘅工作呢，其實係由埃及嗰邊開始挖，然之後呢，當挖到入加沙嘅時間呢，呢條地道就會揾一啲分叉出口噶啦。咁呢啲分叉嘅出口呢，一般嚟講都會隱藏喺加沙老百姓嘅屋企入面。咁亦即係話，好多加沙老百姓嘅屋企呢，都係有條秘密通道，係可以將一啲物資呢運送到過去嘅。而喺加沙地區比較冇錢嘅，其實呢亦都會聯絡幾個兄弟嚟到一齊挖，只要大概係花上半年嘅時間，等呢啲地道挖通咗以後呢，就可以嚟到做到一啲呢細細地嘅進出口生意，咁就足夠佢哋養家噶啦。由於加沙地區就冇高樓大廈嘅，一般嚟講呢都係以一棟一棟好細嘅小房屋為主。咁呢啲小房屋呢，大概都有幾十萬棟嘅，加上到呢哈馬斯亦都融入其中，所以以色列嘅軍警，正如我哋頭先話齋啦，平時係唔會咁夠膽嚟到輕易進入加沙嘅。喺埃及嘅嗰邊就有好多老闆
嚟到投資興建通往加沙嘅地道嘅。一條地道嘅投資額大概咧就喺5萬美元左右嘅，都可以話到唔平喎。但係從資料顯示到啊，佢哋挖一條地道嘅成本呢5萬美元咧，好快就能夠賺翻嚟回到本噶啦。因為始終嚟講咧，加沙地區佢嘅物資非常之貧乏，運輸亦都好困難。喺咁樣啊，俾以色列重重包圍嘅情形底下，呢個咧係一個硬性需求嚟嘅。正因為咁樣，其實加沙嘅物價咧都比較高嘅。比如就係有人話到啊，以美式連鎖店 KFC， 亦即係肯德基咁樣去計啊，KFC 嘅一個全家桶就喺埃及嗰度咧賣10蚊美金左右嘅，但係如果運到去加沙嘅時間咧，就要賣到20幾甚至乎30幾美元嘅。同樣嘅道理，當一部嘅手機由埃及運到去加沙嘅時間咧，起碼都要加價加2-3倍嘅。咁當然更加唔使講嘅就係嗰啲用到嚟打仗嘅架撐啦，炮彈彈藥呢一啲啊，所抬升到嘅價格就更加貴。所以其實加沙地道本身嚟講呢，佢並非係一個專用到嚟作出軍事用途，或者好似嗰啲而家西方媒體所講到專用到嚟係因呢個以色列軍所挖到嘅地道嚟嘅。其實加沙嘅地道呢，只不過係主要用到嚟運送物資嘅啫，亦即係俗稱所謂嘅加沙地道經濟。喺埃及嗰邊，基本上面對住呢個情況呢，佢都係唔係點理嘅。更何況原本呢啲地道都係由到哈馬斯去到挖先嘅，因為哈馬斯係要利用到呢啲地道嚟到運輸武器同埋彈藥噶嘛。後到尾佢哋挖下挖下，除咗運輸武器彈藥之外啊，仲做埋進出口貿易添。嗱，因為有哈馬斯作為所謂嘅最大投資方，所以咧整件事就仿如同呢個埃及係有少少默契咁樣嘅。有人就話到啊，由於有呢啲地道嘅存在，所以一啲巴勒斯坦比較有錢嘅人呢，甚至乎係可以叫到嚟自於埃及嘅外賣嘅，而且呢啲外賣有價有市。咁當然啦，即使係呢啲比較有錢嘅巴勒斯坦人都唔可以成日嗌外賣嘅，因為畢竟佢嘅運輸成本係貴。咁呢個時間呢，可能哈馬斯嘅一啲軍方運輸人員呢，就會喺運輸到彈藥嘅時候呢，亦都上邊會接埋呢啲 order 嚟做嘅，就會為到客戶運送一份當係KFC 嘅外賣嚟到為自己咧賺啲外快嘅。但係歸根究底，呢啲情況都唔係見得多嘅。真真正正用到地道嚟到運輸最多嘅商品呢，就係一啲藥品、服裝、手機電腦等等嘅呢啲電子數碼產品、圖書、平時所食到嘅糧食，總之都係由得一啲大眾商品嚟到做地道裡面嘅運輸為主嘅。嗱，講得難聽啲講句，呢啲咧都算係走私嚟嘅。但係就係因為呢啲所謂嘅走私，先至可以養活到咁多生活喺呢一個大型露天監獄嘅巴勒斯坦人所需要嘅所需嘅，亦都因為呢啲地道嘅存在，先至令到巴勒斯坦人呢冇同呢個世界完全脫節，生活真係可以話到係非常之困苦嘅。呢個世界邊有可能可以設計一座咁樣嘅建築嚟到韞住咁多人啊？一座建築物你韞住10個人、100個人或者1000個人都係可以嘅，但係唔會誇張到用到嚟韞住200萬個人噶嘛。所以你有張良計，佢有過牆梯，不過今次唔係過牆梯，而係過牆地道。我哋從呢個現象就可以睇到，即使生活喺加沙呢個雀籠入面其實加沙嘅人民呢依然係好熱愛自由嘅。大量嘅民間資本嘅參與，就令到加沙嘅呢啲地道經濟呢迅速咁繁榮咗起嚟啦。講到嚟呢度嘅時間呢，我就諗起一套電影。呢套電影唔知大家有冇睇過呢？就叫做《末日地堡》嘅。所講述到嘅呢，就係一個末日嘅科幻電視劇嚟嘅。故事呢，就講述到一啲人類喺末日裏面幸存，並且進化到呢可以喺一啲地堡入面嚟到重新建立人類嘅文明。其實唔使拍戲而家活生生嘅例子都可以俾我哋見得到。呢啲亦都唔係咩嘢未來嘅預言。加沙人已經提前適應到地下嘅交通、地下嘅生活、地下嘅經濟啦。而更加令人意想不到嘅就係喺呢啲地道下面呢，亦都有哈馬 B 喺加沙所建立到嘅地下架撐庫同埋地下兵工廠嘅。
咁當然啦，呢啲先係真真正正嘅地下兵工廠，就唔係形容詞嚟嘅。而加沙雖然地處於巴勒斯坦，但係就係憑住佢呢啲地道啊，其實巴勒斯坦佢自己嘅經濟生活咧，都已經係同鄰國埃及完全融入噶啦。但係地下嘅隧道咧，亦都唔係一勞永逸嘅。萬一呢啲咁嘅地下隧道有啲唔好彩嘅，俾以色列方面嚟到炸咗佢嘅時間咧，咁樣啊就會令到挖地道嗰啲人血本無歸噶啦。頭先我哋講過啦，重新要起一條地道咧，起碼都要5至6萬嘅美元。咁當然好多巴勒斯坦人呢，都係連同幾個弟兄親手去挖嘅啫。其實按照住呢種速度再擴張落去嘅話，只需要過多10年，真係唔係睇戲啊！加沙人民其實真係可以建造一座屬於自己嘅地下城啊！睇到嚟呢度嘅時間，我就覺得巴勒斯坦人嘅生命力咧係十分之頑強嘅。總會揾到佢自己嘅生存辦法。其實佢哋唔係唔想過一啲更加好嘅生活，而係有人逼到佢哋入絕境。諷刺嘅就係啊，當以色列呢個國家仲繼續向全世界賣慘，仲嚟到大肆宣揚到啊，喺從前德國希魔時代所對佢哋猶太人所造成到嘅悲劇嘅時間呢，以色列又有冇諗到其實巴勒斯坦人都需要基本嘅人權、基本嘅自由？佢哋有冇尊重嘅人呢？正所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今日嘅巴勒斯坦人其實就同二戰時期嘅猶太人，佢哋嘅遭遇又真係出奇地咁相似。所以正如有一句老生常談嘅說話，呢個世界係冇無緣無故嘅恨嘅。以色列再唔放手，再唔放低佢手入面嘅嗰一把屠刀啊，咁試問好似哈馬比呢啲組織又點樣可以放得低佢心中嘅嗰股仇恨呢？以色列真係要及早回頭是岸啊！再之後，我哋同大家講下一則笑話，而呢個笑話嘅提供者呢，就係一條茂利，叫做高志活。嗱，呢條茂利呢，一定個量詞要用個條字噶，因為佢好中意整啲一條條嘅柱嘅。咁佢整咗嗰條樣衰之柱，擺咗喺香港大學，後來呢，就俾我哋香港政府而家就拘留咗啊嘛，或者叫做沒收咗啦。因為畢竟嗰條柱嘅性質就係有違反我哋香港嘅國安法嘅，咁所以阿高志活呢都好冇癮嘅。佢就住呢件事呢，就成日走出嚟刷流量嘅。而今次呢，阿高志活就去到台灣省嗰度去到刷流量啦，就諗住去到台灣省嚟到打呢個台灣省戰線。咁最近台灣省有個叫做華人民主書院就舉辦咗一個呢交流會，咁個交流會嘅名字呢就好騎呢嘅。咁個名就叫做港府對恥辱處嘅查扣，看台港中人士嘅人權狀況嘅。咁一聽個名就知道，喂，叫就叫做交流會啫，查實呢就交流流為主嘅。咁佢呢個交流流會呢，就請咗阿高志活過去做嘉賓，咁阿高志活就開心啦，又有人俾機會佢出嚟刷下流量。咁佢喺嗰個交流流會上面呢，就講咗一個笑話嘅。就話到啊，希望有一日將佢整嘅嗰支核突之柱就由香港攞到去北京嘅天安門廣場嗰度擺嘅。然之後呢，仲話到啊，佢相信有一日我哋習主席會倒台咁話。嗱，其實單憑呢兩句說話，其實阿高志活已經係呢做緊一啲顛覆我哋國家嘅事情噶啦。首先大家諗下，嗰條核突之柱而家俾我哋香港政府沒收咗，你高志活有冇可能攞得翻條柱先？仲成日走出嚟講話我哋無理查封你嗰條柱啊，擺咗我哋香港咁耐，未收翻你全倉費都不特止啊！嗰條核突柱係一件侵犯我哋香港國安法嘅一件兇器，或者叫做犯罪工具啦。試問呢一個世界有邊一個政府可以允許一件犯罪工具公然攞出嚟展覽嘅？咁你高志活你係咪燒壞咗個腦啊？咁佢燒壞咗個腦都不特止啦。如果用內地同胞嘅一個普通話說法，阿高志活呢跟住落嚟講嗰句說話呢，就可以講到係口嗨。咩叫口嗨呢？就即使好似我哋廣東話嘅俗語亂咁噏呢，都有10種方法，而阿高志活呢種呢，就係第9種，即是第9種亂咁噏嘅方法啊。佢就話到相信有一日呢，我哋習主席會倒台。咁可能佢講完呢句說話，嗰啲有台獨思想嘅分子呢，就好開心聽完。但係有冇可能呢？同埋呢句說話個結構都有問題嘅。而家我哋中國係唔會盲目對一個人去到做過分嘅崇拜嘅。但係我哋14億人有邊個唔中意習主席做我哋嘅國家領導啊？
然之後再講落去啦，習主席都係人嚟嘅，人就必定會有生老病死，咁始終有一日習主席都會卸任嘅。但係卸任唔等於話用倒台兩個字去到形容嘅喎，相反啊，我哋更加係相信台省政府就始終有一日會倒台。我哋口中嘅倒台唔單止係唔係卸任咁簡單嘅嗰種倒台啊，而係成個台省政府俾我哋正統嘅中央政府連根拔起，咁樣先至叫倒台啊嘛。而另外啊，高志活又借住呢一個交流流會入面，就嚟到中傷我哋一國兩制呢個咁優良嘅制度嘅。咁點解高志活而喺台省嗰度嚟到中傷我哋一國兩制呢？其實就好簡單嘅啫，一個原因。當年鄧伯伯提出一國兩制呢個解決方法，除咗係解決我哋香港同埋澳門嘅回歸問題之外呢，亦都係想透過我哋香港同埋澳門去到實行一國兩制呢個方案，從而俾到台灣省嘅人民可以有一個例子去到參考，等佢哋唔好俾到美國西方世界去到洗腦，而拒絕同自己嘅同胞去到修好關係嘅。咁所以高志活去到台灣省，佢其中一個政治任務就係要繼續喺嗰啲台獨思想上面咧嚟到撥火，咁咪要嚟到中傷我哋香港嘅一國兩制呢個制度咯。而呢個高志活參與嘅交流流會當中啊，唔止係阿高志活一個咧係想鼓吹台獨嘅思潮嘅，當中仲有一個人就係我哋香港走咗過去臭名遠播嘅什麼書店老闆林榮基。佢喺呢個交流流會當中嘅說話呢，我哋就唔需要喺度複述出嚟啦。咁大家都估到佢哋想講嘅方向係乜嘢啦。咁其實呢個交流流會查實就係一個想分裂我哋國家嘅圍爐取暖會嚟嘅啫。但其實阿高志活參與埋呢啲咁嘅交流會呢，係非常之愚蠢嘅。你想出名啫嘛，想 keep 住自己嘅熱度啫嘛，好簡單㗎咋，點條明路你行啦，高志活。你喺世界各地唔同嘅地方整多幾條你嗰啲核突柱，嗱，一條呢就擺喺美國嘅國會山莊，攞嚟紀念美國國會山莊嗰條美麗嘅風景線當中俾美國政府拘捕嘅人士嘅。然之後呢排呢，以巴局勢咪好緊張嘅，嗱，你高志活整多條核突柱擺喺以色列或者擺喺巴勒斯坦地區，甚至乎你可以擺喺耶路撒冷添啊，就攞嚟紀念嗰啲呢幾十年間喺以巴衝突當中俾以色列侵害嘅巴勒斯坦人民，包括喺加沙地區裏面無故俾呢個以色列空襲而離去嘅人民，到時包你出位啊！不過呢，若然高志活係咁樣做嘅話，好似以色列美國呢啲國家就唔會好似我哋中國對佢咁客氣噶啦。嗱，而家我哋中國香港特區政府都只係逐步透過啲比較溫和嘅手法，就將你嗰條核突柱喺香港大學嗰度移走，再之後呢，就升級到去沒收嘅啫。但係高志活一旦佢嗰條核突柱真係擺咗喺以色列嘅話，咁你諗下啦，到時以色列政府話唔定會利用埋戰鬥機嚟空襲你呢個高志活嗰條核突柱嘅。咁除咗呢啲方法，其實高志活仲有好多地方可以去嘅，喺日本嘅福島都可以去啦。將嗰條核突柱嗰啲人樣變晒啲魚海洋生物嘅樣，整翻同一條嘅核突柱就擺喺日本嘅福島。到時候你高志活再睇下自己可唔可以入境呢啲國家，分分鐘當你入境呢個日本嘅時候，俾人捉咗去劏咗你做呢個魚生啊！而家仲喺度口口聲聲話我哋中國冇民主，相信唔使過多幾多年，到時好似阿高志活呢類咁樣呢，成日諗住顛覆我哋中國國家政權嘅鬼佬，好快就連台灣省佢都去唔到噶啦。因為我哋相信台灣省好快就會回歸我哋祖國嘅懷抱，而且祖國統一嘅呢個進程喺我哋呢一代呢係必定能夠實現嘅。喺節目完結之前，而家呢就由到我格仔呢嚟到去介紹一下12月21號至1月2號今次為期13天新潮文雲南養生之旅嘅行程嘅。首先我哋就會由香港出發，經深圳灣乘坐我哋嘅包車前往深圳嘅寶安機場嘅，喺坐2個多鐘頭飛機以後呢，就會抵達雲南嘅首府昆明噶啦。到埗以後呢，我哋就會即晚去到感受一下昆明市繁華嘅一面，為到我哋嘅旅程熱一熱身，去到當地著名嘅南屏步行街嗰度 shopping 完之後呢，晚上再食一個豐富嘅晚餐，然後為到旅程嘅開始作好準備嘅。去到第2天嘅時間，就會由昆明乘搭高鐵嚟到去到著名嘅麗江，當地有一個
叫做虎跳峽嘅世界著名景區，佢係以極大嘅落差而聞名於全世界嘅。虎跳峽分上中下三段，之所以佢咁出名，就係因為峽谷中間呢就係長江嘅上游金沙江，而兩岸呢就係玉龍同埋哈巴兩大雪山，所以當長江水衝到去呢兩大座山嘅中間嘅時間呢，就會形成咗個急轉彎，加上江面最窄處只有20-30米，喺咁大嘅落差同埋咁窄嘅環境底下，就會造成到江水奔騰洶湧，喺虎跳峽兩岸安全地欣賞到呢個長江第一灣，以及係附近嘅景區景色，就係我哋第二天嘅行程啦。去到第三日，我哋就會去到玉龍雪山嘅景區。由於今次係一次養生之旅，所以咧我哋就並唔會爬到咁高嘅地方嘅。講到嚟呢個時間，參觀玉龍雪山景區嘅雲杉坪就啱晒我哋啦。佢個海拔唔算太高，但係依然可以喺雲杉坪裏面欣賞到整個玉龍雪山景區嘅景色，再加上喺附近擁有到玉龍雪山嘅雪水所融化到嘅藍月谷，池水清澈見底，而且帶有一股夢幻般嘅藍色，係非常之震撼眼球嘅。喺佢嘅附近亦都有東方棉花堡之稱嘅白水台，睇過白水台嘅朋友從此就唔需要遠赴歐洲土耳其嚟到欣賞類似嘅地貌，因為我哋中國嘅呢個白水台比起土耳其棉花堡係更加有過之而無不及咁靚嘅。之後呢，我哋亦都會去到金海寺，同埋如果大家有留意我哋影片嘅話，經常咧都會睇到個背景係熟口熟面嘅。呢一個我哋新潮文經常都用到嘅背景呢，就係呢個黑龍潭公園。今次咧我哋亦都會去到當地參觀嘅，俾得我哋成日攞嚟做背景。當然佢嘅景色係有翻咁上下靚，所以我哋先會採用啦。之後去到第三日麗江嘅晚上，我哋就會欣賞到呢個麗江千古情嘅大型歌舞表演嘅。有別於一般嘅大型歌舞表演，佢係將高科技手段融合喺現代以及係傳統一新嘅歌舞劇入面，透過咁樣嘅形式嚟到表達到麗江千年嘅歷史同埋傳說，就啱晒啦。好多嘅觀眾反映到都係非常之精彩嘅。去到第四天，我哋繼續會留喺麗江，因為景點多到玩都玩唔晒嘅關係第四天嘅早上呢，我哋就會嚟到悠閒嘅麗江古城嘅南部，嚟到參觀歷代麗江木氏土司嘅府邸嘅。呢座府邸亦稱為木府，由於佢係古城裏面嘅地標，所以咧仲吸引咗好多電視同埋影視作品喺呢度取景，例如有電視劇《木府風雲》以及係錢王嘅劇組咧嚟到前嚟拍攝嘅。之後咧我哋就會轉移到古城嘅另一方，去到四方街嗰度去到俾大家感受一下麗江古城嘅鬧市。呢度曾經係茶馬古道上面嘅交易中心，喺明清時期已經係雲南商貿嘅樞紐嚟噶啦。嗱，講到嚟呢度咧，都係第四日嘅熱身行程嚟嘅啫。因為我哋將會去到比起繁華嘅麗江古城中心裏面更加恬靜嘅束河古鎮。有朋友就話到束河古鎮仿如咧，好似10年前都仲未有咁多人前往嘅麗江，係比較清幽，同埋可以更加接觸到古代嘅氣氛嘅。但係唔好以為咁樣就完結啦，因為我哋就將會去到另一個古鎮白沙古鎮。白沙古鎮咧就位於麗江城嘅北邊嘅。相比起上嚟，仲有更加多朋友就話到白沙古鎮咧係仿如20多年前嘅麗江一般所保留到嘅古色古香風貌、空氣同埋環境咧係保留得更加原汁原味嘅。咁當然我哋亦都要去埋呢度啦。然後去到行程嘅第5日，我哋喺玩完3日麗江，住埋3日同一晚嘅酒店之後咧，就會轉移到去雲南另一個非常之出名嘅地方，好似係大理啦。嚟到大理，當然就要去睇一睇背靠蒼山、面臨洱海，大理嘅地標象徵，亦都係擁有到1000年歷史，喺當地非常之雄偉嘅建築物之一嘅崇聖寺三塔文化旅遊區啦。喺呢度咧，我哋就會乘坐索道，亦即係纜車嚟到前往青碧溪蒼山大峽谷，嚟到欣賞中國最大嘅象棋棋盤、俯仰洱海同埋崇聖寺三塔嘅整個環境非常之美不勝收。之後第6日，我哋亦都會繼續喺大理嘅。要深入認識大理，當然要去到大理嘅博物館啦。喺大理博物館，我哋就能夠睇到當年嘅大理國裏面嘅一段歷史，同埋欣賞到好多大理國嘅文物嘅。之後咧，我哋就會去到雙廊古鎮。
嚟到影翻幾張靚相。古鎮裏面咧係充滿住歷史文藝以及清新嘅氣息，加上佢係背靠洱海，環境十分之美麗嘅。然後咧我哋就會去到大理嘅張家花園嚟到欣賞呢個繼承咗白族民居特色，既細緻又精美嘅呢個建築物，仲可以欣賞到當地嘅民族節目，去到一邊品茶一邊睇表演嘅。然之後咧我哋就會去到大理古城，去到睇一睇呢一個位於蒼山腳下，風景秀麗，昔日古代南詔國以及係大理國嘅都城。喺古城裏面分佈咗14處市級或者以上嘅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亦都承繼住大理嘅文化、宗教以及係民族文化嘅。我哋當然唔可以唔去呢一度啦。跟住呢，我哋就嚟到行程嘅第7日，就會由住咗2日嘅大理出發到去我國3大地熱區之一嘅騰衝，嚟到去嘆世界嘅。唔講唔知道，其實我哋中國嘅地熱溫泉嘅資源亦都係相當之豐富嘅。騰衝身為我哋中國3大地熱區之一，所擁有到位於該區嘅溫泉就有80多個，佢嘅廢泉係遍佈整個騰衝各地，有一泓熱海之稱嘅。其景觀同埋水溫亦都係全國罕見。由於騰衝佔到我哋中國已知嘅溫泉數量差唔多成1/4咁多，當然我哋係要集中火力嚟到去感受一下啦。一到達騰衝嘅時間我哋就嚟到參觀當地非常之出名嘅騰衝火山熱海景區。呢度呢係一個國家5A 最頂級嘅景區嚟噶。之後呢，當然唔係齋睇啦，我哋仲要感受。我哋呢就會去到當地嘅一個最豪華嘅5星級溫泉，騰衝嘅和順柏巒溫泉嗰度浸溫泉。嗱，如果大家呢只係曾經去過類似日本等等嘅呢啲地方浸溫泉嘅話，咁就一定要試下屬於我哋中國人嘅溫泉究竟係點樣噶啦。當中嘅質量絕對係值得我哋自豪同埋光榮嘅。屬於我哋中國人嘅溫泉絕對唔差得過日本嗰啲嘅。喺浸完溫泉食完牛肉火鍋當晚一覺醒來，去到第8天，我哋就會出發到去參觀芒市嘅猛獾大金塔嗰度。嗱，由於呢笪地方呢已經係差唔多去到中國與緬甸之間嘅邊界啦，所以當地嘅建築物呢亦都好有東南亞嘅色彩嘅。以猛獾大金塔咁去計，佢係屬於我哋中國其中一個少數民族傣族所設計嘅皇宮建築風格嚟嘅。猛獾大金塔佢嘅外表金光閃閃，雄偉高大，係當地芒市嘅標誌性建築，亦都係當地傣族人民嘅聖地嚟嘅。而與之對比嘅有金，當然有銀啦。喺佢嘅隔離，亦都有猛獾銀塔，當中呢座銀塔係以純白為到基調嘅。有好多人就形容到猛獾銀塔直頭睇起上嚟好似假嘅一樣，影相咧係特別出眾嘅。2座塔，一座金，一座銀，喺色彩上面咧形成鮮明嘅對比。喺嚟到接近東南亞嘅地方，當然亦都要去到當地嘅孟巴拿西珍奇園嗰度嚟到見識一下全國少見嘅大量古樹木，以及係世界罕見嘅直化沐浴石嘅。佢喺呢個奇珍園裏面所展出到嘅就有4個大字：稀奇古怪。而去到堪稱嘅亞熱帶植物當中，呢度嘅古樹好多都有超過過百年嘅歷史，而有500年歷史以上嘅古樹亦都係多不勝數，絕對值得嚟呢度參觀嘅。之後咧，由於我哋咁近到中緬嘅邊境，我哋當然要去埋中緬嘅口岸，亦即係著名嘅中緬一條街。喺呢度咧，已經接近出到我哋中國嘅國家門口，用隻眼一睇就可以睇到對面嘅緬甸㗎啦。咁當然我哋唔會走過緬甸啦，然後咧亦都會去到著名嘅一寨兩國。呢個一寨兩國顧名思義就係位於中緬邊境之間嘅一座中緬邊陲小鎮。我哋咧就位於中國嘅嗰一側嚟到去參觀。喺呢度咧應該就係離緬甸最近嘅中國地方啦，嚟到感受一下當地傣族同埋景頗族嘅風土人情，亦都係非常之值得一去。尤其係嗰度所拍出嚟嘅相片咧，非常之漂亮。之後咧，我哋就會翻去騰衝嗰一度，因為咧我哋喺騰衝咧係會連住3日嘅，所住到嘅當然都係騰衝著名嘅溫泉酒店啦。不過嘆還嘆，我哋去到第9日，喺前一晚浸完溫泉，朝早食完早餐之後咧，就會嚟到田西抗戰紀念館嚟開始我哋第9日嘅行程嘅。由於雲南嘅西部係當年我哋中國抗戰
抗日戰爭嘅重要組成部分。好著名嘅緬甸至雲南嘅補給線，亦都係非常之近我哋今次要去嘅呢個地方嘅。田西抗戰紀念館所展示到嘅咧，就包含到抗戰後方、禦敵前線以及係怒江對峙等等嘅部分嘅展品咧，就係以抗戰嘅實物為主，包括圖片、文字以及係影像嘅資料。去到今時今日，我哋絕對要毋忘歷史。睇完之後啊，亦都會令到我哋感到十分之震撼嘅。喺參觀完田西抗戰紀念館，當然就要去到佢隔離嘅國殤墓園嗰度，去到向墓園裡面所長眠住當年抗日嘅遠征軍嘅幾千個英靈。呢度係為咗紀念中國遠征軍第20集團軍所陣亡嘅將士而修建而成嘅，亦都係全國有名嘅抗日烈士陵園。再之後呢，我哋就會去到和順古鎮。和順古鎮係茶馬古道嘅重鎮，亦都係西南絲綢之路嘅必經之地嚟嘅。佢環山而建，我哋當然唔可以錯過啦。嗱，之後嘅嗰一個景點呢，就係專為到11月同埋12月出發嘅朋友，你哋好彩啦，因為個季節啱晒啊！所講到嘅呢個景點呢，就係每逢喺金秋時分，就會變到金光燦爛嘅世界一般嘅銀杏村。喺11、2月呢個時間，銀杏村佢就會變到喺我哋嘅視野範圍裏面，全部都係金黃色。呢種詩情畫意般嘅感覺呢，係絕對值得我哋感受嘅。其後我哋就會再去到騰衝當地另一個著名嘅5星級溫泉嚟到去浸溫泉嘅。嚟得騰衝當然係要享受晒去嗰啲最頂級最正嘅溫泉啦。我哋咧就會去到月莊溫泉，又或者係荷花溫泉嗰度，呢啲當地著名嘅5星級溫泉，去到感受屬於我哋中國大地帶俾到我哋嘅禮物嘅。然之後咧就去到第10天嘅旅程啦。喺連住3日騰衝嘅溫泉酒店之後啊，我哋既可以喺出面浸一啲5星級溫泉，又可以翻去酒店住嘅時間咧，浸到酒店入面嘅溫泉，咁嘆之後啊，都好唔捨得離開啦。但係第10日咧，我哋就會由騰衝呢一個溫泉之鄉咧，就會去到寶山市嗰邊嚟到再搭列車前往呢個昆明嘅，翻去昆明啦。從前嚟講，我哋絕對唔可以選擇呢條路線噶，因為要由騰衝去寶山再翻去昆明咧，最近咧都只有唯有去大理嗰度搭列車翻去昆明嘅啫。但現在已經唔同晒啦，由於中國同緬甸嘅大通道建設獲得重大嘅進展，因此寶山至到昆明段嘅高鐵咧，就喺前1年正式就嚟到建造完成嘅。呢一段亦都係中緬鐵路裡面嘅其中一段，大理至寶山段嘅。我哋而家咧就新鮮滾熱辣喺中緬鐵路呢一段其中一段落成嘅時間咧，我哋就有機會感受到位於鄰國同我哋中國接壤嘅高鐵列車服務究竟係點樣噶咯？亦即係話到咧，我哋係可以喺翻去昆明嘅呢段路裡面感受一下中緬鐵路嘅其中一段嘅。而翻到去昆明嘅時間咧，我哋亦都會去到昆明老街。昆明老街嘅建築群入面比較古老嘅，都有成900年嘅歷史啦。喺呢啲建築裏面都承載住昆明呢座城市大量嘅記憶同埋故事。作為雲南嘅首府昆明，我哋當然唔可以只當佢係一個中途站或者一個轉駁站。有別於一啲傳統嘅玩法，我哋當然係要深度了解到昆明美麗同埋歷史嘅一面啦。而去到第11日，如果我哋要深入認識同埋了解到雲南呢個咁特別嘅地方，當然我哋首選嘅就會去到雲南嘅博物館。雲南博物館作為一個省級博物館，佢裡面嘅藏館展品既有規模級數，又有當地雲南嘅特色，係其他博物館所睇唔到嘅。如果要了解晒整個雲南嘅歷史同埋珍藏，嚟到雲南博物館就啱晒啦。再之後呢，我哋就會去到中國近代史上其中一所著名嘅軍事院校陸軍講武堂嗰度參觀嘅。陸軍講武堂原本就係清朝為咗編練新式陸軍、加強邊防而設嘅一所軍事學校嚟嘅。後到尾就同位於天津嘅講武堂、奉天嘅講武堂並稱為中國3大嘅講武堂。之後呢，我哋就會去到昆明市內著名嘅翠湖公園。嗱，由於我哋出發嘅日期係11月以及係12月呢個時間嘅，所以咧我哋就好彩啦。除咗頭先講到
睇到銀杏村裏面金光閃閃之外，另一個當造嘅時間就係因為喺昆明市內有大量嚟自於西伯利亞嘅海鳥咧，為咗避過呢個嚴寒，就會嚟到春城呢一度嚟到去避寒嘅。因此，當我哋去到有春城之稱嘅昆明呢啲咁靚嘅公園嘅時間啊，都會有大量嘅海鳥聚集嘅情形俾我哋去到睇到嘅。當你隨手準備一啲麵包碎啊、乾糧啊，隨手向天空一揮嘅時間啊，就會可以惹嚟海鳥嘅啄食嘅。大家咧亦都不妨去到雲南嘅呢啲公園啊，去到餵下海鳥都仲得㗎。加上當地呢啲公園嘅風景十分之漂亮，絕對咧可以影得出一張你心目中想要嘅靚相嘅。之後嚟到行程嘅第12日，既然親近得動物嘅話，倒不如就去埋著名嘅昆明動物園嗰度參觀仲好啦。昆明動物園出晒名，係一個體驗相當之好嘅動物園嚟嘅，全國都聞名嘅。喺裏面呢，就有雲南嘅野生亞洲象，當然亦都唔少得作為鎮館之寶嘅大熊貓啦。喺園內面各式其式嘅動物都可以去到近距離進行互動，甚至乎係觸摸嘅。然後我哋亦都會去到另一個昆明市內著名嘅公園海壩公園嘅。再之後咧就會感受一下昆明當地嘅一個5星級溫泉益豪城堡溫泉，嚟到放鬆一下，感受下啲豪氣嘅。嗱，因為去到之後嘅第13日，我哋咧就準備翻香港啦。不過喺臨翻去之前，第13日嘅行程亦都安排到大家去到參觀全亞洲最大嘅花卉交易市場斗南國際花卉市場。呢一個令你瞬間置身於一片花海，有紅色、黃色、白色、藍色、紫色各種顏色，包含到玫瑰、向日葵、康乃馨、菊花等等多種唔同嘅花於一身嘅花卉市場，係全亞洲最大嘅花卉交易市場。我驚大家去完之後唔捨得走添啊！不過都冇辦法啦。第13日就係我哋最後一日嘅行程，我哋咧就會由昆明搭飛機前往深圳，然後再乘坐我哋嘅包車經深圳灣翻香港嘅。咁樣咧就嚟到結束到我哋13天嘅行程啦。喺呢度需要注明嘅就係呢個團咧係特別適合年紀比較大嘅朋友去到玩嘅，而且我哋喺行程裡面所坐到嘅旅遊巴都係我哋俗稱嘅飛機椅旅遊巴。喺我調教到整個行程嘅時間咧，亦都係就住年紀有翻咁上下嘅朋友去到度身訂造嘅，所以大家會見到留喺同一笪地方嘅日子會比較耐啲、嘆啲、腳步放得慢啲、輕鬆啲嘅。有興趣嘅朋友就快啲聯絡 WhatsApp +85268287447揾潘小姐報名同埋查詢行程。再講一次，係 WhatsApp +85268287447揾潘小姐報名同埋查詢行程。一旦決定咗，手腳要快啦，因為我哋新潮文嘅新潮之旅咧，從來報名速度同埋滿額嘅速度咧都係好快嘅。喺呢度咧要講聲唔好意思先，希望大家會中意我格仔親自設計嘅呢個行程。咁好啦，今日我哋嘅直播時間咧就嚟到呢一度，我哋下次再見，拜拜。